怎么了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秋实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第一次针对女性内衣做互联网营销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我一个人恐怕没有办法胜任。什么事情呢都有第一次，而且第一次呢是不允许搞砸的。我希望你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我面前抱怨工作的难度。Understand? Understand. 无法接受挑战的管理者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。我很理解女性在职场上天生的弱势，可是我不会对你网开一面。作为中国区首任 COO 的候选人，公司和我都需要你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你是在说我吗？别，你的工作能力我很信任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Darling， 我回来了。我先去忙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培训提前结束了，而且为了你，我也要归心似箭。我这次也算是凯旋而归吧，不过我庆祝一下吗？我跟他们都说好了，今晚我请客，一定要来哦。姐，喝水。谢谢。那个，你也别把冯兰太当回事儿。她这个人我知道，就看上去那样，其实吧胆儿挺小的。我问过她了，她和 Steve 什么都没有。其实 Steve 他也挺冤的。姐，你不相信冯兰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什么都知道了。谢谢你，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用这种善意的谎言来安慰我。我这次能代表咱们 YS 参加总公司的干部培训，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对我一路走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当然了，我更要感谢的是咱们公司的老总史蒂夫对我的另眼垂青。好，现在祝大家玩得开心，来 ，Cheers！ 玩得开心，好。来 ，Cheers！ 好好玩。来 ，Steve， 我敬你。温酒，没事吧？
今天晚上我会让你彻底忘了江离的。晚上送我回家吧。对不起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别这样，这样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他，但是我无所谓，你把我当成替代品也可以，就像那天晚上一样，好不好？冯兰，别这样，冯兰，冷静。我跟你直说了吧，只要是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，我可以用合适的方式来报答你那天晚上对我的照顾。但是你想跟我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。以前我不爱你，以后也不可能，懂吗？男人幼稚的时候很可爱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可怜。成熟一点吧，你不过是江离的一个备胎而已。人家现在已经回到功成名就的前夫怀抱了，你还要傻到什么时候？那你这算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算，和江离比我自愧不如，他比我装的好多了。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总公司要在我们当中选择中国区第一任 COO 是不是真的？是的。怎么你想让我推荐你吗？不止这样，我还要江离手上现在负责的项目。好好考虑吧，这是除了和我结婚以外你唯一的选择。别忘了，你精彩表现的视频和图片可全在我手上。如果将它们公布于众，相信江离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很好看。危险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有底线的。如果你把我逼急了，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你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江离姐，秋氏的宣传项目已经打包发你邮箱，请查收，谢谢。小雅，秋氏的项目也发给我一份。这是江离姐的项目，我跟你说什么你听不见啊？听见了，但是我好像没权利发给你吧？赵思雅，你到底能不能看清楚形势？你那么护着江离，他能给你什么好处？江离姐起码不害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那么做，那是人的本能，那是出于自保。是啊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也有保护自己不再次上当受骗的本能，对吧？赵思雅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如果想继续跟进这个项目，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小姨，你能不能不要把公司的人都当傻子呀？你贴 Steve 贴得那么紧，他给过你好脸吗？你放心，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看到结果的。好久不见，喝点什么？我请你。哦，白水就行了。啊，服务员，来杯白水。好的，谢谢。武功最近怎么样？其实他新书发布会以后，我跟他也不常联系。他的新书发布会我看了，他说了，他小说的女一号原型是你。你说咱们俩都是他的前妻，待遇却完全不一样。你在他的小说里就是天使，我在他的小说里就是魔鬼。江离，你们离婚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挺恨我的？你不用回答我，
我都知道。我要是你啊，杀了我的心都有。哪有这样的前妻，对吧？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还缠着前夫给她钱，还住进了家里，让你们一家人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我。武林飞都跟我说了，他就差对着我的照片给我上香了。小青，我觉得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你今天约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是真心的。江离，其实我跟武功离婚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。我要是知道我有身孕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，我连孩子是怎么生下来的，我都是稀里糊涂的。直到孩子生下来了，我才知道，带孩子是个大工程。先不说吃喝拉撒，孩子的心理教育就是问题，尤其他是个男孩，如果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父亲的陪伴，是会心理缺失的。我承认，我当初带着孩子来找武功，我是想跟武功复婚的，因为我心想，这么大一个孩子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就是娶了天仙，你也得跟他离吧。谁会愿意给这么大一个孩子当后妈？但是后来我发现，你对丁丁比我对丁丁要好，要更有耐心，我就断了这个念头。我心想，只要你肯把我家丁丁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但凡我能够挣钱，我就离开这个家。我后来也是这么做的。江离，我那天我真的不知道你有身孕了。如果我知道，我有天大的委屈，我都不会跟你发脾气。这些事都已经过了，我不会怪丁丁的。你要怪就怪我，你别怪孩子。我要是不跟你发脾气，丁丁也不会。江离，我今天就是要你一句准话，你跟武功复婚，你还是会对丁丁像以前一样好，对吧？我保证，只要你把丁丁当亲生儿子对待，你们复婚，我再也不搅和到你们的家庭里边去。所以你绕了这么一大圈，就是想问我，会不会跟武功复婚？是。其实，我能不能跟武功复婚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想多了。江离，如果你不跟武功复婚，那我就要争取争取。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那我恭喜你。不是，你是真祝福我，还是虚情假意呀？小青，其实你一直在说丁丁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不能给武功幸福？喂。明天我们见一面吧。行，在哪儿？别找了，我哥他不会来的。今天呢，就是由我来代替我哥向你谈判。你？林飞，我就不喜欢你哥这一点，一遇到什么事情就自己躲起来，拿你这个妹妹当枪使。没办法呀，他现在毕竟是当红网络作家，忙，没工夫跟你这儿耽误时间。也对，多有点时间，多更新几篇文章，多赚点钱，这样以后我和丁丁的日子呀也好过一些。你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？我干嘛要拿自己当外人啊？林飞，丁丁是我儿子，也是你侄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一家人这事儿你说了不算，得由我哥说了算。
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替我哥问你一句，打算什么时候把丁丁接走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嚷着说要带着丁丁改嫁，给他找个后爹，给他改个姓吗？我哥现在呢也想开了，决定尊重你的意见。吴林飞，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。现在丁丁是你们老吴家唯一的孙子。是啊，现在是我们老五家唯一的孙子，可是以后呢？以后我哥总得娶新嫂子吧，给我。那娶的新嫂子也得生孩子呀。你的意思不代表你哥的意思。不信啊？那不信你自己问他呀，亲口问他。别激我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打呀，我帮你打。这事儿你哥说了不算，得你爸妈说了算。我给你爸妈打电话。也行，但是呢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妈现在已经病得连丁丁都不认识，你就别指望她能认识你了。我爸呢，他现在也想通了，他说了，丁丁就算不姓吴也没关系，他毕竟是我们武家的后代。要是有人愿意替他养孙子，那他也乐得清闲。等以后丁丁长大了呢，他要是有良心，他自然会回来认祖归宗。他要是没良心呢，那这个大孙子，我们武家不要也罢了。你们家人心挺狠啊。那没办法，对付你这种人，心不狠站不稳啊。你不怕我去告你吗？说实话，我还真不怕。这么说吧，你现在呢有2条路选择。第一，我们商量好，我哥呢每年付给丁丁抚养费，按照法律的规定。但是呢，别的什么学费呀、其他费用你得跟我哥平摊，而且你得拿发票过来找我哥报销。第二，你跟我哥鱼死网破，你到媒体那儿去扮演一个现代版秦香莲的角色。但是你要这么做呢，我得先替我哥谢谢你。对于名人来说，绯闻啊，毕竟还是最好的广告。但你可得注意了，你要是说的过分了呢，我哥就得上法庭告你了，得要求你当面向他道歉，还得要求你的精神损失费。你这么会算账的一个人，这笔账是赔是赚，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了。林飞，我毕竟是你前嫂子。前嫂子不是嫂子，是外人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跟武功复婚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有什么不对的？你知不知道，孩子没有爸爸，在学校是会被人看不起的，那他多可怜。当然可怜了，孩子有你这样的妈，能不可怜吗？但是没办法，妈是不能选择的啊。看来你们家是狠了心了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以前我们家人对你一忍再忍，都是看在丁丁的面子上。可是你不知好歹，得寸进尺。现在我爸和我哥也想开了，反正丁丁啊也一天天长大了，跟我哥在一起的日子也长了，孩子有他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。你也知道，现在的媒体呢，挖掘隐私的能力可是堪比私人侦探。你要是想到媒体那儿去闹，想回我哥，那没准媒体也会捎带手的扒一扒你过去的那些事儿。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要是被大伙儿知道了，被丁丁知道了，你在丁丁心里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？厉小青啊，虽然我一直不喜欢你这个第一任嫂子，但是呢，我能理解你，你这么自私，也都是因为你缺乏安全感。我也结过婚，也离过婚，折腾了这么一遭呢，我也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这个世界上啊，谁也不能给谁永远的安全感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只有靠你自己，你才能活。林飞，你从小有父母养，有学上，毕业以后你就嫁给富二代。邱东阳跟你离婚，没少给你离婚补偿吧？你有本金，你当然可以说靠你自己了。而我有什么？我从头到尾都一无所有。但你有什么的时候呢？你知道珍惜吗？
你总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否则你也当初不至于跟我哥分开了。是，当初我有错，但是你哥也不争气。主要还是因为他太穷吧。谁不想过好日子啊？是啊，谁都想过好日子，可是谁能保证自己能过一辈子好日子呀？现在我哥他是火，是个名人，可是万一有一天他过气了呢？就算他答应了跟你复婚，到了那一天，你还能陪他共患难吗？不用说，不用说，我也知道，你到时候肯定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全卷跑了，走人。别这样说。有一天邱东阳也一无所有了，你还愿意陪着他喝西北风吗？我们两个不一样，我们俩是真爱。邱东阳要爱你，他就不会为了他妈跟你离婚。你要不是看中他们家是豪门，你也不会委曲求全去讨好你那个奇葩婆婆。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。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让你签了这个丁丁的抚养协议。你还想给我解释什么？史蒂夫，只要你放过我这一次，我可以删掉所有的照片和视频。那天晚上我当做什么也没发生，好不好？跟我谈条件，你配吗？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自己提出申请，然后体体面面的离开公司；第二，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曝光，从此以后你就身败名裂，别想在这个圈子里边混下去。你就不怕我报复你？ 1还是2？我不选，我什么都不选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你的行为已经告诉我，你放弃了体面离开公司的机会。冯总，冯总，放开我！冯总，冯总，放开我！江离，让他们出去，我保证不是来闹事的。请他进来吧。江总监，我们就在门口。不做吗？你赢了，开心吗？人生是自己的，所谓输赢，也不过是针对自己而言的。我认，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给你做了嫁衣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别跟我在这演戏。你要是想这样聊天的话，我们的谈话就没有必要继续了。江离，你比我会做生意，咱们俩都看上了史蒂夫，你升职加薪，我呢，哼，扫地出门。就算你和史蒂夫分手了，他还为了推荐你做中国区的 CEO， 把邱氏的项目介绍给你。我真弄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。YS 和邱氏那么重要的项目，你自己有没有资历，你心里清楚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不就是为了在总公司面前推荐你的时候有话说吗？哼，对，你到时候成了中国区第1任的 CEO， 再和你的大作家前夫复了婚，你春风得意，可你欺负的是史蒂夫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请你出去。你就不想知道我跟史蒂夫的约会细节吗？现在就请离开我的办公室。
哎，儿子，小点声啊，这是在医院呢。爸爸，姑姑带我去见妈妈啦。啊，我们刚见完面，丁丁在旁边玩，我就跟他妈说了几句话。丁丁啊，你进去看看爷爷吧，好不好？去吧。我们的对话没让丁丁听见，字签了，手也摁了啊。你怎么跟他谈的？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呗。他能吃你这套？哼，当然不吃了。所以呀，我必须软硬兼施，加威逼利诱，反正目的是达到了。岳小青呢说他现在还养不了丁丁，让你先带着，等他经济条件好点再回来接丁丁。这合同上都签好了，他1个月见孩子2次，等到他正式回来接丁丁的时候呢，你再开始付抚养费，一切都以银行的转账记录为标准。不过啊，我觉得他把丁丁接走的可能性不大。你要是想和江丽姐复婚，还是要过丁丁这一关的。你们俩怎么打算的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算。不知道你问啊。我问了，他没说。没说你接着问，拿出你追人家那劲头来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江丽姐能和斯蒂夫分手，证明她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他们分手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就随缘吧。随什么缘啊，哥？你为什么有今天的成绩啊？不就是为了证明给江丽姐看吗？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一点曙光了，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除了江丽姐，你领哪个嫂子回来我都不认。那你就没有觉得我配不上江丽吗？以前是配不上，现在还可以啦。以前配不上，现在也配不上。那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哎呀，随缘吧。丽丽，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秋氏公司爱秀内衣的最新策划方案。江总监，最新的策划方案。是这样，我们的部门针对网络上购买女性内衣的人群做了调查，发现这个人群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到35岁的区间。相比他们父母那一辈人觉得内衣是穿在里面的，是看不到的，年轻人更觉得内衣是一种对自己的奖赏，所以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金钱去购买女性内衣。OK，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。散会。丽丽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没有。我考虑过了 ，CEO 的职位我没有办法胜任。你觉得你胜任不了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工作的能力呢，还是因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？OK， 我先说一说我选择你的原因，好吗？那么首先，你在策划推广行业有着10年的经验，而且你的经验非常的丰富，业绩也很好。那么其次呢，在公司的上上下下，你的人品和工作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第三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与我们2个人之间曾经交往过是有关系的。正因为我们2个人交往过，所以我更了解你，而且我也更加的信任你，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。我这样说，你还想拒绝吗？如果你没有隐瞒其他的意图，我是愿意接受的。当时我不信任你和武功之间，在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你很生气啊。现在我说我在工作上永远都是公私分明的，你又不信任我，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，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反应？
这芬兰也真够牛的哦，自己看顾被开除了也就算了，你说还要非要拉上史蒂夫跟江总监？我觉得呀，未必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他来这儿之前呢，就他那个上司麦克，不也是因为跟女下属不干不净就被开除了吗？你们猜推荐他的人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麦克。对，就是他。啊，是他呀。那他不是跟史蒂夫早就分手了吗？骗人的呗。听说这次史蒂夫还要打算推荐他做中国区的 COO 呢。行了啊，不哭了，来，给我回来拿。这什么大不了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大不了以后我养你。哎，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呀？人说所有成功人士的第一步都是从炒老板鱿鱼开始。你现在就是炒老板鱿鱼了，你就成功了一大半了。走，咱们庆祝一下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一个能把你吃穷的。行，吃穷，说。打卤面，打卤面，行嘞，打卤面，走，不哭了啊！江总好。江总监好。啊，那个对方律师回复了吗？文件调我看一下。我有工作向你汇报。现在吗？哦，那一会儿我再来找你啊。挂了吧。哎，你看赵思雅那一会儿拍马屁的事跑得比谁都快。那是人家看得清形势，你看他现在还理他那个小姨吗？这叫会站队。要是我呀，我也不会向着风来。他怎么会那样？哎，你说通告单上的怎么写的来着？来，我给你看。你说什么？撤职啊？你可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啊！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没收到公司的邮件通知吗？我今天一上午都在外边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看邮件呢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冯兰走的时候，把他和 Steve 在野外露营的视频发给总公司了。总公司人事部今天下的通知说，Steve 不再担任 CEO， 新任的 CEO 另行通知。江丽姐，你就是因为这个和 Steve 分手的吧？工作的事一会儿再说吧。来了，你先坐会儿，我这儿马上就好。别看这么小的一个箱子，它能装那么多的东西。通知收到了吗？我也是才看到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该来的总归要来的，人犯了错误，就应该去接受惩罚，不是吗？说实话。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没有睡好，我想从今天开始，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。你不用安慰我，其实我可以接受总公司的任何裁决，我也会配合你做好交接工作。总公司让你接替我做中国区的 CEO， 我一点也不惊讶。就凭你的工作经验、你的业绩，还有你的工作态度，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。
你说什么啊？总公司决定由你接替我，担任中国区的 CEO。可是我……他们会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，试用期满之后呢，如果他们满意，你将会继续留任；如果他们要是不满意的话呢，将会从总公司派来新的 CEO。我们2个人有1周的交接的时间。你推荐我的？这个你想多了。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我相信，你肯定会做得比我更好。喂，你干嘛要这样看着我？对不起。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了。那就什么都不要说啊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那你回美国以后呢？休息。我忽然间意识到，从我大学毕业工作以来，从来都没有给自己好好放过一个长假。所以呢，我想去旅行。说不定我会在爱琴海的海边上碰到我未来的太太。你还恨我吗？是从来都没有恨过，还是曾经恨过，现在已经原谅我了？你不用多想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当时是很生气，但算不上恨吧。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爱过我。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不要当真嘛。你真的很优秀。是吗？以前呢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出去找工作，面试官呢会把从名校毕业的毕业生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分门别类。那个时候呢，是我第一次发现，我还是属于优秀的，又把这种优秀一直延续下去，让我成为了跨国公司的 CEO， 让我过上富裕的生活，让我成为大多数女人心目当中很有魅力的男人。可什么是魅力呢？我很清楚，魅力和价值是不同的。而大多数女人呢，会把我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和我的个人魅力画上等号。就像那些面试官一样，会把我归为优质股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把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，我就给自己加压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。其实我没有这么完美，也没有这么优秀，我还是会像一般男人一样犯下同样的错误，在犯下错误之后呢，也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就像我当初把武功留在公司，说句实话，我就是想要证明我的大度，我的优秀。实际上，每天在公司看到他，都有那种掐死他的冲动。有的时候人真的很奇怪，明明心里面住着一个魔鬼，却还要面带笑容，装出一副天使的模样。这也许就是虚伪，不是吗？